与前任刚分手，家里趁机催婚。发小得知消息后，特意回国笑话我。后来我赌气之下说有本事娶我呀，他却当真了。长云机场，当年我跟江科刚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没来得及亲口告诉基友，他便匆匆出国了。如今我分手后，他倒是踩着点回来了，估摸着是来笑话我的。我等了1小时多，也没看见基友半根头发丝。我不好气地骂了一声，死矫情。说着便给他发去语言，基友，你最好是飞机延误了，我在 C 出口等你1小时了。今天我特意穿了裙子，将自己捯饬一番，等会就给他来个眼前一亮，吓死他。谁知道机场温度低，裙子又单薄，没等一会儿，冻得我直打颤，喷嚏一个接着一个。当初他悄然出国，现在回来，导游连点名要我来接了，心里越想越气。王八蛋，要是敢忽悠我，等会给你好看。话还没说完，一个手掌搭在我的左肩上，顺带掐住我的脸庞，温热的触摸感传来，倒是让我怔了一瞬。你什么时候要给我好看啊？于听思，好听的男声从背后传来，一听就是季佑的嗓音。就算他哑成鸭嗓，我也敢打包票。延期了，让你等久了。听到这话，我也是香顺感爬，佯装委屈，赶忙挤出几滴泪来，转过身便开始倒苦水。我都在这等你1小时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为了来接你，我还特意穿了最漂亮的裙子，都冻感冒了。我容易吗？我一出大戏唱完，主角却迟迟不登场。我抬眸看向他的脸，少年青涩稚气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俊美立体的五官，红唇白肤，令我的心都不免为之一颤。只见他细长的丹凤眼中闪过一丝惊诧，即使短暂，也被我捕捉到了。我心底暗自得意，被姐的美惊艳到了吧，小样儿。基佑脱下黑色外套披在我的肩上，知道冷就要多穿一点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打扮给我看。我差点被他的话噎住，顺手紧了紧外套。趁着他回来，要好好敲诈一笔，谁叫他偷偷出国。我站住脚步，靠在车门上，侧眼看着他，你得补偿我。季佑沉默一瞬，将行李递给司机。待我坐上车后，才徐徐开口，我昨天让人订了一家餐厅，还是你喜欢的位置。那还差不多，几年不见，倒是有点人情味了。季佑婉然一笑，居然没有驳我的话。刚到一家餐厅，窗外就下起雨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呀？我将美食一点点塞进嘴里，注视着眼前的男人。季佑低着头吃饭，嘴里却说着想你了。我的心狂跳作响，惊得手中的红酒没拿稳，洒落几滴在裙角上。你怎么喜欢面不改色的说些不着调的话了？季佑扯出几张纸巾，细细擦拭裙角，嘴角扯出一丝苦笑。你明白我了。我推开他的手，起身离开座位。我肚子不舒服，去趟洗手间。我找了个拙劣的借口，迅速逃离包间。不知是不是女人的直觉，感觉再这样下去，又要重蹈覆辙了。我站在落地窗前发呆，手机传来一阵响声，扯回了我的思绪。只听侧旁传来一声，这不你前女友吗？我偏过目光看了一眼男人，准备回去，一只手扯住了我。思思，见我不应，江科再次开口，我们聊聊。其余的人识趣的从过道离开，只剩下我和他。许是看清他是怎样的人后，我的脾气也差上了3分。都分手了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看见了，你怎么又去找他了？你会被带坏的。江科突如其来的指责搞得我一头雾水。你说季佑？见他沉默不语，我反而觉得好笑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话？我跟他从小就认识，你跟我算什么交情？你也配说这种话？江科眸色沉了下去，嘴角咧出一抹讥笑。那你真的就了解他吗？我不想再听他瞎扯，耐心也自然全无。他什么样的人跟你无关。
在一起的时候从不维护我，分手了还要假意教育我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江科许是被惹急眼了，抬手就要打我，我趁势挡住他的手，高跟鞋踩了他一脚，还想打姐，不自量力。江科疼得喊出了声，其他人听到声音全都凑了过来。他兄弟贺昂张口就骂我，不堪入耳，骂声太大，季佑也被吵了出来。他推开围在了我面前的人，季佑抬脚踹在了贺昂的腹部，踹出好几米远。躺在地上的人盯着他，敢怒不敢言。季佑抬眸瞥了一眼江科，周身的氛围都冷了下来。他将外套披在了我的身上，他有没有碰到你？没有，他不自量力，你教给我的都记着呢。季佑满意的笑了笑，今天跟我回去一趟吗？外婆想见你了。好。耳垂被季佑的手指揉搓着，但脸颊烫得快能冒出烟来。身后依旧传来江科的声音，说些什么听不大清楚。车子驶入利诺庄园，只见老人躺在园中的竹椅上小憩。自从季佑出国后，我再也没来看过他的外婆，不过也会时常打个电话慰问一下。下了车，我俩轻手轻脚地走到外婆身旁，还没说话，外婆睁开双眼盯着我俩，眼底泛起一层泪意。外婆拉着我和季佑，泪珠一滴一滴砸在手背上。回来就不走了吧？季佑单脚跪着，脸上浮出柔和之色。不走了，外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晚上，我俩陪着外婆吃了些餐食，又哄着外婆早早入了睡，这才从庄园出来。季佑先开口打破宁静，我送你回去吧，这几天公司有事，我陪不了你。我不回家了，不然他们又要絮絮叨叨催我结婚。季佑低沉一笑，好。听思，你想结婚吗？我看着车窗外的风景，语气坚定的都能入党了。当然不想了，结婚能干嘛？手机震了下，打开是林甜甜发来的消息，我在夜色等你，快快快。我想着怎么拒绝他的盛情邀请，屏幕再度亮了亮。帅哥很多，速来。一听帅哥多，我心动不已。自从跟江科在一起后，许久不去酒吧玩。既然分手了，我还在乎这些干嘛？我立马回复收到。我抬头望向前方，却与季佑来了个对视。他的眼眸浮现出一丝怒意。所以刚刚他是在一直看我吗？并且好像很生气。我一时紧张，不知如何开口，假装咳两下缓解尴尬。我回关停。他没应声，转过身启动了车。一路上我俩再也没有任何交流。当年他也不如此沉默，现在却喜欢盯着人发呆，时不时说些调侃人的话，脾气也差上许多。国外的生活倒是让他变了不少，我竟有点不了解他了。到了。季佑的提醒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天色晚了，我就不叫你上去了。下次你来，我再好好招待你。我慢悠悠地打开车门，嘴上倒是忙不迭地忽悠他快走。你快回去吧。我看着到嘴的话还没说完，车突然迅速驶离，心中倒升起一股火气。生什么气呀？莫名其妙。我转身走了另一条道，不再想烦人的事情。夜色门外清冷，进来却人挤人，差点没找到林甜甜。小思，我在这儿。我顺着声音瞥了过去，画面映入眼帘。林甜甜身旁围了2个男大，都哄着她喝酒。她笑得肆意，将酒反手喂进了男大的嘴里。这种画面我早已熟悉，谁不知道林甜甜是有名的忽悠大王，看似万花丛中过，实际片叶不沾身。小思，来这，给你留了好酒。我放下包包入座，拿起桌上的酒准备开喝。酒还没入嘴，林甜甜的手倒是搭了上来。季佑怎么没来？你今天不是去接他吗？我咧嘴一笑，他要是在，我还能喝上酒吗？说完，将杯里的酒喝了个干净。今天这俩男大咋样？
分你一个。我没转头，手搭在他肩上，俗，不如他。那我替你叫他来。说着，林甜甜就拿着身旁的包包翻了起来。呵，他不会来的。他一向不喜吵闹，况且公司有事，估摸着又要好几天看不见他了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默默地看着眼前的青年俊女伴着音乐的节奏舞动，想起了以往的事。其实最初我喜欢的人是季佑，年少不懂事，不知怎么跟男人表白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出口，人家却好以年龄差太大一口回绝。再扯上一些，我还小，不懂情势，最后也不了了之。拒绝就拒绝，姐拿得起放得下。从那之后，我俩之间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他开始拘着我，但也宽着我做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事。想要些什么，第二天就会出现在家里。想去哪，当即就能出发。估摸着是把我当亲妹养了，我也乐得自在。喜欢的男人没得到，还能多个个，纵着自己放开的玩，那也挺好的。但这一切的结束始于我跟江科在一起后。他向来反感江科，觉得他虚伪。当时难得有人愿意顺着我，又会哄人开心，谦谦有礼，谁会不动心？谁料在一起的时候，干的事实在下头，我对他也没了兴趣，及时断开。我帮你叫他来，咋样？我看了眼他，笑出了声。怎么，你敢面对他吗？4年了，他从不来我的梦里。我太想继承了，哪怕看看和他相似的脸也好。林甜甜脸色淡之如水，周遭却弥漫着悲伤。继承是季佑亲弟弟，我们仨一起读书长大的。后来林甜甜跟继承在一起，全是谁不知道他俩天生一对，林家独生女被季家的毛头小子哄走了。他们谈恋爱，其余人跟着吃狗粮，那叫一个腻歪。谁料大4那年，继承再去参加毕业典礼路上出了车祸，车撞断了跨江大桥的护栏，车连着人一起掉入江中，至今没有消息，也没找到全尸。当时林甜甜跟疯了一样，认为继承没有死，天天去岸边等着，哭得几近晕了过去。我也问过季佑，他只是摇摇头，没说些什么。1年过去，人也没找到，他也转了性，常常跑去酒吧买醉。林甜甜哑着声音呢喃，他最不喜欢我喝酒了，怎么还不来看看我？见他这样，我也难受，谁也不想走到现在这一步。我将余下的一杯也送入了口中，只有辣的喉咙不舒服，麻痹神经，才会短暂忘记这几年的苦楚。许是今晚的酒烈了些，2杯便让我开始出现幻觉了。季佑坐在了我的斜对面，和一个男人正在喝酒。余光瞥到我这，他跟身边的男人说了什么，便缓缓向我走来。身穿黑色西装，笔挺又修身，加上他的脸庞，称得上一句人间绝色。随后，季佑对着小田说了些什么，转身抱起我离开了酒吧，柔软的唇贴着我的耳沿，喊了一声小乖。天色微亮，光透过纱窗照射在脸上。刚醒过来，我头痛欲裂，手脚也软弱无力，腰也酸痛不止，宿醉果然遭罪。我抬起手揉了揉眼睛，只见手腕上全是红痕。脑子突然吓得清醒过来，我四处张望着，一看就是季佑的卧室，风格一点没变。不好的念头涌入脑中，我僵硬地将头侧了过去。季佑的脸庞闯入我的眼中，他和我躺在了一起。我翻过身，试图偷偷逃走，刚挪了一下，温暖的手附在我的腰上，轻轻一挽，将我揽入他的怀中。听，再睡一会儿。季佑将手搭在我的胸口下方，用力也扯不开他的手。我羞得将头塞入被子中，听着他的呼吸声，回忆昨晚的惨况。支离破碎的片段一点一点涌入脑中，我不敢相信居然是自己的作为。然而昨晚的幻觉也是真的，季佑居然也在酒吧，之后便是带着我回了家。醉酒的我兽性大发，扯着他的衣服不放。
用力拉扯，一片春光露了出来。我俯身上前抱着他，又亲又啃，指甲抓破了他的皮肤。我哭着骂他，扔下我独自一人，是个狼心狗肺的坏蛋。后来他居然低头吻上了我，温热涌入唇中，眼尾的泪滴在了我的锁骨上，灼烧着灵魂。我被吻得快要窒息，手揽住他的脖颈，头向后仰去，暂时离开他的唇。我闭着眼，微张嘴唇，贪婪地呼吸着空气。季佑见我如此，笑得明媚灿烂，不会换气的笨蛋。手伸入黑裙底，抚在我的大腿根处，而另一只手摩挲着我的腰，一阵酥麻感传遍全身。我不禁抱着他颤抖了一下。暧昧的气氛是最好的催情剂，柔情似水的眼神看着醉酒的我，炙热的手心贴着我的皮肤。季佑将我抵在床上，一遍又一遍唤我听听。他像是动情入了魔，亲吻着我的脖颈，忽地咬了上去。痛感传来，我忍不住低喘了一声，手指插入他的发丝中。季佑，你是狗吗？话刚说完，我便昏睡了过去，断了意识。醒来便是现在的战况。我看着凌乱不堪的衣物，已经把事情想象到最坏的打算。手机嗡的震动打断了我的回想，来电显示是段青红女士。我像是干了坏事的小孩被抓到一样心虚，迟迟才接起电话。妈！电话那边传来怒吼声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？现在都赶夜不归宿了。我没有，我试着狡辩，话却被堵了回去。你没有什么？今天你张叔家要来咱家吃饭，1小时后我看不见你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对了，听说季佑回来了，你要好好招待人家，改天叫他来家里吃饭。我还想说些什么，电话就被挂断，心里是10000个无语，哪还用等以后啊？昨晚就好好招待了，还把自己搭了进去。忽的背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响音，季佑的下巴搭在我的肩上，听听。我僵直了身体，转头看着眼前赤裸着上身的男人，他的腹肌上全是我的抓痕，脖子上显现着暧昧过的痕迹，时刻提醒着这是我干的好事。我小心翼翼地说道，我俩昨晚什么都没发生，对吧？他的脸色黑了又黑，你想逃避吗？不想对我负责，对吗？我被他的话呛到，咳个不停。他轻轻拍着我的背，镇定地开口，不负责算了，我去跟伯母要个说法。他的女儿占了我的便宜，还抛下了我，不想对我负责。一听到我妈，惊得我赶紧搪塞他，别，我没说我不负责，你要是跟我妈说了，她不杀我才怪。不过我妈今天要我回去张叔家来吃饭。他移开了手，起身穿起衣服。你要干嘛？季佑不急不慢穿好衣服看向我，我刚刚也听见伯母念我了，想我去吃饭，正好今天有空。这不妥吧？他红了眼眶盯着我，感觉下一秒就要流出泪水来淹死我。行，反正我也不想相亲。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，一阵凉意袭来，才想起裙子被扔在了地上，而且季佑还跟我共处一室。慌地扯起被子遮住身体，你转过去，别看我。他唇角一出笑，昨晚该看的都看了，该亲的都亲了，怕什么？被他说的羞红了脸，随手拿起一个枕头砸了过去。你混蛋，不用买点什么东西吗？就这样回去？季佑突然慌得不知所措，一路上问东问西，你以前来的还少吗？熟门熟路的。我无奈地摇头，打趣他是个大怂蛋。我俩刚下车，爸妈就在门口站着，旁边还有张叔和他儿子张兰清。季佑淡定地站在我的身旁，拉着我缓缓上前。伯母、伯父、张叔，爸妈同时上前拉着季佑寒暄，小佑回来了，我们可想你了。我像是个外人，站在后面不知所措。张叔、兰清哥。我转向给他俩打招呼，省得尴尬。快进，一会儿就开饭了。爸爸拥着他们进了门，
留下我跟妈妈大眼瞪小眼。他将我拉到一旁，说好好招待小佑，你怎么今天给请回来了，一点都不周到。我陪笑哄着我妈，哎呀，我们都一家人了，哪还用在乎这些礼节。妈妈戳了戳我的脑门，一家人，小佑能瞎眼看得上你？听到这，我反噬起了胜负心，你女儿怎么了？好歹也算半个花容月貌，怎么配不上她了？那你倒是拿下她呀，虽说差6岁是大了点，但季佑也是我跟你爸看着长大的。你要是能嫁给他，我也不用催婚了。我眼神看向四周，掩饰尴尬，听他念叨完，赶紧转移话题。快进去啦，客人都等着呢。我挽着妈妈进去，他们都已经坐在餐桌前准备吃饭了。听听，来这边。我刚准备找个位置坐下，季佑倒是先开口，让我坐在他的身旁。吃饭时，他们倒是与季佑聊了不少，都纷纷称赞他年轻有为。我低头吃着桌上的美味菜肴，突然一块鸡肉到了我的碗中，是张兰青家的。谢谢兰青哥。季佑说话的同时，将碗中的鸡肉夹到了骨碟上，又给我的碗里添了些许菜。抱歉，听听从不吃鸡肉。行为礼貌得体，记得我的喜好，又会讨父母欢心，会维护我，难免心中死寂的水潭又开始泛起层层涟漪。事后才得知，他们原本是暗地撮合我跟张兰青的，奈何我对他不感冒，便也匆匆告辞，称下次有空再拜访。饭后我躺在沙发上，喝着果汁，看着电影打发时间。只见季佑和父母去了书房谈事，也不让我进去。途中妈妈出来拿了什么，偷偷遮住，也不让我知道。切，不给看拉倒。我哼了哼，继续看电影。大约半小时后，他们3个才从书房出来。妈妈眼角湿润，像是哭过，但看着又不像是难过的。我忙不迭地去挽着妈妈的胳膊，咋了呀，小仙女？妈妈看了看我和季佑，笑着抹撒我的脸，没事。奇奇怪怪，你们瞒着我干嘛了？我心中好奇心在作祟，非得从3人嘴里撬点什么。大妈推搡着我去送季佑，她笑弯了眼，拉着我的手道：真的没事，就正常聊聊，我改天再来，这几天公司真的有事。那行吧，你路上小心哦。她降下车窗，向我招了招手，夜深路重，你快回去吧。好。季佑刚回国，这几天的确很忙，我都没看见他的身影，只是晚上会给我打个电话，或是偶尔给我发几条想我的消息。再次见到他是在我爸公司年会上，于是是知名药企，旗下也开设了医院。季佑自从继承出车祸后，变成了于氏的股东之一，自然可以参加年会。年会上，我穿着露肩高叉礼服，踩着高跟鞋，长发挽起，发间点缀着些许珍珠，发丝垂下几缕。我独自站在人群中，手拿酒杯看着门口。只见季佑身着黑色西装，手挽着女人出席。女人艳而不俗，像是下凡的仙子，银色长裙将她的身材修饰得很好。果然，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与他相配，而不是像我这样无趣的人。看着眼前登对的2人，心中莫名升起一股酸楚。不对，是你季佑配不上我这种最好的。我尝试着安慰自己，但酸涩的滋味涌遍全身，久久不能缓解。我将杯中的酒完全灌进嘴里，抬眸看见季佑冲着我笑。我暗暗骂了句神经病，打了个电话给林甜甜，约她在夜色见。我刚在夜色坐下，林甜甜倒是脚步快，追着就赶来了。怎么了，小思思，为情所困了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将酒递给了他。他顺势接过，一饮而尽。对了，江科家竞标的那块地被季佑拿走了。我骄傲地扬起头颅，笑着看了眼林甜甜，他故意的，给我出气呢。想到他忽悠我，我又生气了，将酒杯摔在了桌上，拿起酒瓶直接对嘴吹，头胀得厉害，两眼直发黑，
也不听他的劝诫，他最后只好打电话将基佑叫了来。我跌坐在地上，举着酒杯胡唱些什么。基佑进来看见我，先是把我抱起来放到座椅上，脱下外套盖在我的身前，随后将林甜甜拉到一旁，讲了些话。他渐渐泛红了眼眶，哭得比我还凶。我循着哭声看了过去，年会上那个女人也在。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，一把将基佑的外套扔在了地上。没过几秒，小田就和女人一同出去。基佑目送着两人离开，转过身将我抱入怀中。我愈想愈气，一把推开了他。你有病吗？基佑伸出手捧着我的脸，听听，我这几天真的很忙，没时间来看你，你生气了。我打掉他的手，起身摇摇晃晃走向门外。我哪门子配生气？你一边要我负责，一边跟其他女人卿卿我，我哪有那么大能耐生您的气？基佑听着我的话，突然怔了一瞬，随后笑了起来。你不是不想结婚吗？对我负责只能结婚。约莫是醉酒人胆大，我转过头怒视他，就因为我不想结婚，所以你找其他女人，是吗？那你有本事娶我吗？你敢娶我就敢嫁。见他呆站在原地，许是怂了，话我都不想多说，呸了一声就准备离开。基佑突然跑上前扶住我，手指将我的碎发捋到耳后，在耳畔低语：那你说的，我们结婚。疯狂在脑海中炸开，我踮起脚打算去吻他的唇，奈何脚底一软，亲在喉结上了。基佑的脸泛起一层潮红，他静静地抱住了我。第二天，他早早哄着我去了民政局，生怕我到时反悔似的。我想着结婚登记要户口本，应该回家一趟。谁成想，心机的老男人已经盘算好了，上次跟我回去吃饭，早就从我爸妈手中拿到了户口本。就这样，基佑回国第4周，我负气嫁给了他。我怎么感觉是个圈套，有诈？领完证那天，基佑将我的一并带走，也不给多看一眼。下午就去了我家，让人准备把我的东西全都搬到他那里。我爸妈握着我俩的手哭诉了许多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叫基佑好好待我。基佑听得认真，连连点头，最后给我爸妈磕了头，承诺一辈子都对我好。这几天搬东西可把我累坏了，虽然大多数都是他亲力亲为，这次我依旧躺在这个熟悉的房间里，以基佑的妻子的身份。基佑是晚上才从公司回来的，最近公司重心开始转向国内，事情比较多。听到家里阿姨叫了声先生，我才从卧室跑了出去，趴在2楼的扶梯上向下瞥去。谁家帅哥呀？他正站在门口换拖鞋，手臂上搭着外套。听见我的调戏声，基佑抬起头看向我，眼里满是笑意。他脚步匆匆走上2楼，一把将我抱起。你的，怎么不穿拖鞋？小心着凉。基佑把我放到床上，吻了吻我的额头，拿了睡衣便去洗澡。我听着浴室里响起的水声，想透过门去看看里面的风光。上次只瞥见一眼，皮肤白皙，宽肩窄腰，还有我喜欢的薄肌，看得我垂涎欲滴。想得太入神，他出来站在我的身旁也没发现，直到他搂住我的腰，问我发什么呆，这才回过神来。没有，有点困了。我又找了个拙劣的借口。明天我们回老宅，爸妈许久没见你了，知道我俩领证后，就差着亲自赶来看你了。基佑把我揽入怀中，亲了亲我的头顶。对了，明天有个惊喜给你。我睁大了双眼，迫不及待想知道是什么。我可以现在知道吗？我希望你亲自去看。好。估计是因为明天要正式拜访他的家人，我兴奋又焦虑的一夜没睡好，也折磨基佑哄了我一晚上，又是唱歌又是讲故事的。他跟我一样五音不全，唱得实在难以入耳。不过我怎么会拒绝一个会唱歌又会讲故事的帅哥当老公呢？早上起来，我的眼下乌青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被揍了呢。
季家老宅在江河市市区外，车开了1小时才到。刚到老宅，客厅乌泱泱的坐满了人，外婆也从利诺庄园接了过来。虽说我也来过老宅，但季家人真不算少，我也花了半分钟顺着喊了一遍。季阿姨刚见我就拉我坐下，说着还把传家宝递到了我的手中，只传长媳。其他长辈也陆陆续续送了不少，堆得满桌子都是，我也依次谢过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大伯，谢谢外婆。季阿姨顿了一下，哎呀，还没给儿媳妇改口费呢。说着将一个厚厚的红包塞到了我的手中。收了改口费，可要换我妈妈喽。季阿姨笑盈盈地说着，我看了看她，开口道：谢谢妈。我们正聊得热火朝天，季又过来牵起了我的手，不好意思，各位长辈，我带听听去后院一趟。季阿姨拍了拍我的手背，去吧。我站起身，顺势揪着她的手袖，怎么了？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搂着我向前走。来到后院，我看见了年会上的那个女人，身旁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。男人身影骨瘦如柴，露出的皮肤白皙的异常，而他身边蹲着一个人，正在跟他说些什么。男人并没有回应，但是头偏向了蹲着的女人。我慢慢向前走近，蹲着的女人看向了我，是林甜甜。她的脸上重现当年的笑容，眼里噙着泪，向我点了点头。我不由得看向轮椅上的男人，侧脸像极了季佑，一个荒谬的揣测闯入脑海。男人突然转过头看着我，脸上浮现一抹笑容。没错，他是季承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要说些什么，却发不出声。女人开了口，她刚刚醒来没多久，说不了话，后面可能会慢慢恢复。我感动地拉住了女人的手，您是季承的主治医生吧？谢谢您。女人反是呆住了，看向季佑。季佑走过来连忙介绍，她是我表姑，不过的确是季承的主治医生。女人笑着打趣我，小厮，你忘了？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刚说完我就反应过来，原来是江青表姑，她的确抱过我，只是这几年容颜未变，还是那么年轻貌美，许久未见，我没有认出她，差点闹了个大乌龙。我流着泪抱着季佑，他一遍遍安抚着我，没事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晚上我跟季佑在老宅歇下，谈话间才得知这几年季承的消息。当年的车祸现场没有打捞到人，季承被江水冲到了下游岸边，后来被附近的人碰见，送到了医院。季佑赶去的时候，季承奄奄一息，身上插满了管子，疤痕触目惊心。医生说他算是保住了半条命，但是可能会永远醒不过来了。后续要是突发状况，根本也会无法挽回。因此季佑并没有告诉我跟小田，他不希望小田耽误在季承的身上，瞒住了所有人。好在季承求生意识强，半年前醒来了，恢复得不错。状况稳定下来后，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了，才敢告诉小田。季佑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低语，想什么呢？谢谢你。季佑的气息落在我的耳畔，温热又有点急躁。拿什么谢？他低低的笑，轻轻吻了我的唇角。不如用你来谢怎样？我羞得心中发慌，清醒之下还真不敢做那些事。看我抿唇不应声，他低下头抵在我的额头，没事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季佑抱着我躺下，掖了掖被子，又在我的嘴上嘬了一口，睡觉吧。好。今晚我迟迟没睡着，正闭着眼发呆，身旁的人突然吻住了我的耳垂，只听见他轻轻唤了一声老婆。我向季佑的怀里凑了凑，他也渐渐收紧双手，心脏砰砰作响，呼吸变得慌乱而急促。笨蛋季佑，临婚期定在了4月，时间富余，但他好像比我还要着急，事事亲力亲为。婚戒、婚纱要自己设计，夸张到连场地的每一朵花都是他亲自挑选。醒来的时候，
身旁的人早不见了，床柜上留着一张纸条：婚纱定制好了，我期盼你会喜欢。早餐我给你准备好了，等会醒了让阿姨给你热一下。看完纸条，我急着脱鞋下了楼，吃了点早餐，又回了屋化了点淡妆。季佑是下午回来的，手里捧着我喜欢的洋桔梗。此时我正在给家里布置，他的风格实在单调，不是黑白就是灰白。我把亲戚们送的礼物都各自放好，又着意添置许多。季佑也将卡上交给我，说是紧着我喜欢便好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季佑还未进屋，声音便从门外传来。我放下东西向外跑去，他站在了原地，手中还轻轻挥舞着花束，如同讨要夸奖的小孩子。我小跑过去，像个包包一样挂在他身上。季佑单手托住我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他饶有趣味地问我，奖励呢？我从身上挣脱下来，牵着他的手走进屋，拉着他转了一圈。怎样，是不是比你之前的布局色彩鲜明点，更有家的味道了？季佑抚上我的腰，轻轻一揽，两人紧紧贴在一起，有你就是家。我燥红了脸，伸手推了推他，不知羞。季佑捏住我的下巴，重重吻上了嘴唇，热烈又缠绵。我俩黏糊到了晚上，祝伯彦将定制的婚纱送到了家里。祝伯彦和季佑是高中同学，也是婚纱的制作方。我原是打算明天再试，奈何季佑缠着即刻换上试试。墨迹了一会，我才进了衣帽间换婚纱。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久久没有回神。年少时的愿望居然在此刻成真，我即将穿着他亲自设计的婚纱，在4月的一天嫁给他。老婆，合身吗？喜欢吗？见我半天没出来，也没回应，季佑着急地踱步。我平缓了心情，提着裙摆从衣帽间出来，身旁不断传来阿姨和祝伯彦的称赞。刚看见季佑的时候，他先是微张嘴唇，瞪大了双眼，站在原地发愣。不一会儿，双眼和鼻头微红，委屈得像个孩子。我缓缓挪到他的面前，抬起手抹撒着他的脸。谁想一摸，季佑当众哭了起来，眼尾不停滴落豆大的泪珠。我忍不住笑调侃他，多大的人了，哭得跟个孩子一样。季佑擦拭去泪痕，把洋桔梗递到我的手中，鲜花配美人，季佑配于听丝。后来季佑一念叨起就说，我多么希望定格在那一瞬间，我害怕一伸手就会烟消云散。婚礼的布置我倒是轻松不少，大小事都是季佑替我做，只留下一句话，安心待嫁。他知我喜欢热闹，喜欢自然，把场所定在了西亚路州的自然主题公园，又将周围的朋友亲戚邀请了个遍。清晨5点，我被林甜甜拉起来化妆。昨晚实在紧张，给季佑打了电话，聊了几个小时才睡下。10点，季佑和伴郎团来接亲了。季佑闯在最前面，层层突破伴娘设下的难关。祝伯彦则顺着一个个发红包，花言巧语哄得他们心花怒放。而林甜甜是娘家最大的叛徒，在塞得鼓鼓囊囊的红包的诱惑之下，暗地帮助他们快速通关。婚礼现场，季佑一个人站在前方，穿着黑色西装，灯光如瀑布一般洒在他的身上，华光璀璨。爸爸将我带到台上，季佑的身体一直微颤，睫毛沾染上泪水，手指一直揉搓衣袖。爸爸拉起我和他手放在一起，我把思思交给你了，好好待她。你俩要好好的。我会的，谢谢爸。说完，季佑牵着手走到我的对面，主婚人开始走流程。交换完对戒，季佑捧起我的脸，垂眸亲吻。两侧的宾客纷纷举起酒杯，说着祝福的话语。婚礼晚宴，我换上了红色露背丝绒长裙，后背有些许流苏点缀。季佑则是换了一套西装，胸前佩戴了一枚红玫瑰胸针。季佑的兄弟好像比我俩还激动，全都排着队上来敬酒。
祝伯彦首当其冲，拍着季佑的背，振振有词：“你小子真有福气，倒先让你结婚了。”喝酒的时候，我俩偷偷换了度数低的酒，不然就这一杯又一杯的灌下去，不断骗才怪。毕竟我俩晚上还有正事要做。累了一天，婚礼终于完美结束。和季佑在一堆人的起哄中回了酒店。季佑甩开了祝伯彦的搀扶，一把扑倒我的怀里，笑得傻乎乎的，看着就像喝飘的人。老婆，你真好看。我笑着将人扶进了房间，向他们纷纷谢过。刚关上门，我便松开了手，差点摔他一个踉跄。戏精！季佑乖乖地站好，屁颠屁颠地从怀里掏出一堆东西。晚上我俩先后洗了澡，穿着红色睡衣在床上开始我们的正事。6000、4000，哎，3万的。季佑的手抵住脑袋，眉眼笑得弯弯，慵懒地躺在一旁看着我数钱。小财迷，我们不缺这个钱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手中的动作不停。你不懂，这是我们的婚礼红包，意义不一样。明天我要回去数数份子钱。花了半小时，总算点清了朋友给的红包。我将钱和红包都统统塞进了一个盒子里，才又躺回床上，钻进温暖的怀里。季佑握住我的双手，放在头顶上，一个个吻落在我的锁骨、脖颈和耳垂上。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身体止不住颤抖。毕竟醉酒跟清醒状态下不一样。许是明白我心中害怕，他停止了动作，手指摩挲着我的眉眼。快睡吧。心中那块柔软的地方被占据，我忍不住向他表达爱意。季佑，我爱你。婚礼结束第5天，我跟季佑回了江河市。原本是打算度蜜月的，奈何这几天我玩得尽兴，实在疲乏，蜜月也打算推迟再补。我们是早上9点到的长云机场，还没进家门口，季佑因事回了公司，留我一人在家里补觉。睡醒一觉已经是傍晚7点，因我俩的婚礼举行，季佑给阿姨包了个红包，放了月假。我害怕黑，因此把家里的灯都开了遍，给季佑打了电话没接，估计在忙。正好家中空无一人，我释放本性，只穿了件宽松的白色吊带裙，在厨房做饭应付一下。不怎么下厨的我，差点将厨房炸个洞出来。捯饬半天，终于给自己炒了个蛋炒饭。我看着糊了些许蛋炒饭，给自己点了赞，我还是不错的，上的厅堂下的厨房，便宜我老公了。正想着呢，一只大手搭在我的肩上，也没出声。我吓得抓住了肩上的手，转头给了身后的人一巴掌。刚打完，就看清来人，正是季佑。他捂着右脸，整个人摇摇晃晃，双眼微红看着我。老婆，你打我。话间还有些许酒气，估计是出去应酬了。我慌乱地扶住了他，把他送回了卧室，顺便端来热水，用热毛巾帮他简单擦拭一下。对不起啊，我被你吓到了。越说他哭得越厉害，见我不说话，他便停了下来。他睁着大大的双眼，一脸无辜，看得我心慌，半晌才吐出一句话：老婆，我要泡澡。我先是怔了一瞬，又在他脸上吧唧一口，才去浴室给他放水。你快去洗吧。他呆呆看着天花板，迟迟不动。我又上前将他带到浴室。老婆，我俩一起。正要离开，季佑拽住了我的手。不行。好吧。看他喝醉酒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忍不下心说了句：我在外面等你，你有什么事叫我。听我这样说，他才放开我的手。谁想这小子得寸进尺，还没开始洗澡就叫我800回，不是拿浴巾就是拿香薰，跟自己没长手没长脚一样，非要说熏得香香的，老婆才会喜欢，老婆喜欢香香的帅哥。我真是拿他没办法。老婆，于听思又开始叫我了，我实在懒得动，没吱声，希望他知难而退。1分钟后，季佑识相地停止了点名。我想着终于安分点了，准备去楼下拿点温水，等会给他喝。
脚还没踏出门，浴室里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，惊得我赶紧跑进浴室。只见季佑赤裸着躺在浴缸里，双手搭在浴缸边，地上是打碎的玻璃杯，水汽熏得他脸色微红，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上沾着些许水珠。被美色惊艳到的我站在了原地。季佑看见我冲了进去，伸出手将我拉了过去，搭坐在浴缸边，眼睛瞥到春光，我忍不住吞咽口水。他应是动了情，耳垂泛红，指尖微颤地摩挲我的唇角，忽地咬住了我的嘴唇，舌尖撬开了齿间，温润地攻占我的领地。我羞涩又笨拙地回应着，呼吸像是要停止。季佑离开了我的嘴唇，起身扯起浴巾把自己擦干，抱着我出了浴室，将我放在床上。我惊慌地看着他，又看了一眼天花板。他明白我的意思，低笑了一声，抬手关了主灯，只留着一圈光带灯亮着。不算漆黑的晚上，吻密密麻麻地落在我的脸上、身体上。季佑用嘴扯开了我的肩带，温热通过指尖传到我的腰间。我的双手缠上他的脖子，唇贴上了他的喉结，时不时用舌尖去舔舐。季佑慌忙地褪去我的裙子，气息急促又炽热。他亲吻着我的身体，叫我季佑。他没应声，悄悄掐了一把我的腰。我条件反射踹了他一脚，只听见闷哼了一声，叫我老公。季佑一直挑逗我，指尖在背后游走，酥酥麻麻。我顾不了那些，着急地唤了他一声老公。他的左手掐住我的大腿根，另一只脚搭在他的背上。季佑重重压在我的身上，实在是疼得厉害。我张嘴咬在他的肩膀上，指尖划破了他的后背，渗出丝丝血液，疼就喊出来。羞得我咬紧牙关，不想投降，谁知他故意挑拨，一次比一次重。最终我缴械投降，低喘着喊了一声疼，轻点。季佑似是满意，亲吻着我疏解疼意。今天要回门，结果放纵了一晚上，一觉睡到下午2点。醒来的时候，季佑已经在打点回门的东西了。我的身体像是被车子反复碾过，口也干涩难耐，身上全是红痕。季佑听见我叫他，他屁颠屁颠地端了杯水进来，看着是相当神清气爽啊，气得我咬牙切齿，抓起旁边的枕头扔了过去。季佑笑嘻嘻地接住了枕头，蹲在床边喂我喝水。你忽悠我，那次我俩根本没有。我瞪着眼，不好气地吐槽。他倒是有嘴，我可没说我俩发生什么呀，你自己乱猜的。你昨晚都打了我一巴掌，还踹了我一脚，老婆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计较了呗。我看着他脸上痕迹显眼，也没再计较，只是说他下次还忽悠我，就给他赶出去。季佑连忙应声，笑得跟个二愣子一样。我起床简单捯饬完，拉着他一起回门。车的后座和后备箱塞了满满的东西，还有一部分早送去了家里。我俩刚下车，爸妈便在屋外站着了。季佑像是找到亲人一般，下车就黏糊上我爸妈，一边介绍什么东西好，一边假意说漏嘴，明里暗里点我昨晚误打了他一巴掌，又哭又嚎的，好不凄惨，说的好像娶了我是什么惨绝人寰的事情。我白着眼呸了一声，反了天了。我架了个绿茶，不幸被我妈听到，上来揪了揪我的耳朵，一直教育我要好好待季佑，说这么好的女婿上哪找。饭桌上，我爸妈又轮流教育我。季佑到乐得胡吃海塞，时不时还给我辩解几句。心机男，晚上刚回到家，季佑便嘚瑟地跑到卧室，用被子把自己裹成蚕蛹，想捶他也捶不到。我叉着腰一脚踹上他的屁股，揪着他的耳朵念叨：季佑活了20多年，我怎么没发现你是个妖精呢？你反了天了，又会装可怜，又会拍马屁。今晚你去侧卧睡。听到这，季佑急了，呲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挣开身上的被子，小跑到我面前，又亲又红的。
季又保证下次不会了，我这才勉强允许他睡在我这。那老婆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睡觉吧。我转过身不再看他，闭嘴。季又扯了扯我的睡衣，像是委屈了一样。老婆，再叨叨去侧卧。哦。